大家好，我是奈奈我今天呢要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动物沟通初阶课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内容。在报名表单里面呢，就是有罗列了很多个学习项目哦。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将着重在因为是动物沟通工作坊嘛，我将着重在第一个是进化。就是进化是关于所有沟通的最一开始。那我们透过进化呢，可以保护我们自身的能量场。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在于静心。在静心的这个领域中呢，我们要学习的是回到自己的中心，然后我们要学习先面对自己，还有放下一些纷纷扰扰，以及疗愈自己最大的阻碍。那这个就很像是一条山路哦，就是路上可能会有一些石头，有一些杂草，那你必须要先把它清除掉。那有石头的话呢，就是要把石头们移开，那这条路呢才就是可以开启你对话的道路。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沟通的实作练习。我们将练习动物、植物、空间以及与自己的沟通。好，那总共就是会分成这三个部分哦。那其他的子题呢，比方说死亡的议题像离世的宠物沟通也会稍微的带到，但不会是最主要的部分。因为这个死亡的议题呢，它其实非常的庞杂。那我们的时间只有2天了，所以到时候就是会看状况，那我们会带到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是疗愈的议题呢，也会稍微的解释一下概念的部分。那一样也是并不深入的去讲解哦。所以关于疗愈以及死亡的议题呢，之后会再有进阶的工作坊特别着重在这一块。那另外一个呢，我想简单分享的是创作的部分。创作呢，其实有一些演员的方法以及表演的技巧，它是跟动物沟通有点关系的。那我会简单的分享这一块，因为它是一个，也其实这是在我上演员课的时候发现的，就是其实演员的一些练习的方式它跟动物沟通的技巧是很像的。那这些是有一些原因的，我会在工作坊里面简单的介绍这一部分。好，那我今天呢还想要分享的是最近呢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有朋友问我说，意识和灵魂的差别是什么？那我今天呢就突然想到说，我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分享动物沟通在做什么工作。好，如果你准备好要听我继续解释的话呢，那你现在可以先抛掉你过去对于灵魂和意识的想法哦。所谓的动物沟通呢，其实我们是用意识在开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我们可以与万物连结。那这个连结的过程呢，很像是一块肌肉，你必须要去锻炼它，所以沟通才会发生。但是这块肌肉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只是当我们生而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很像是自动放弃这个能力哦。
就很像你原本就有你的核心肌群，可是大部分的人们忽略了这件事情，就是当你不去使用它的时候呢，你自然的你就是会做不起来哦。像我举个例子好了，假设我们现在把动物沟通想象成是一个健身房，那这个健身房呢，就是恶名昭彰哦，因为自古以来呢，比方说有所谓的猎物行动啊，那有所谓的怪力乱神标签啊，所以这健身房基本上是开不起来的哦。那很多人不去练习，所以就是会失去这个能力哦。那第二个我想分享的是，如果你有这块肌肉，但是你一直去练习却学不会，或者是你还是不知道怎么使用，那你是一个麻瓜吗？好，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块肌肉，但是当你不是每个人都练得起来的哦，因为灵魂有一些协议是，它就是你练不练得起来，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已经决定了，就是你在这个时空下，你有没有要开启这个能力。那这个有一点是注定好的，所以有些人很快上手，但是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一些阻碍，那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当你发现你有这么一块肌肉的时候，我相信在你的对生活上，还有你对自己的认识都会更加的深入。还有就是我们会更加的尊重除了人类之外的所有生命体。这些生命体呢，不只包括动植物，还包括了矿物啊，这些有机体。那回到意识与灵魂的差别，我们的灵魂呢，在很远的地方，其实是在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那我们的意识呢，投射到非常多的时空，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时空里面工作着。所以其中有一个时空叫做地球。地球呢，它是一个频率。在这个频率呢，我们叫做活在当下。但是这个当下呢，并不是唯一的。如果你有看电影妈的多重宇宙，里面有一幕是很多个圆圈互相的连结。那主角呢，每一次跳跃呢，都是跳跃到不同的时空中。那在电影里面呢，他们称呼为这叫做多重宇宙。以灵魂的观点来说呢，宇宙是人类想象出来的。以地球为主的世界观也是人类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科学，然后观测得来的。所谓的宇宙呢，是时间跟空间的交叉集合，可以这么说。就是在这个时间，然后在这个空间里，有一个频率叫做地球。那我们所有人活在这个频率之中呢的意思是代表我们将我们自身的意识呢投射到了这里。所以呢，我们当然也可以把意识投射到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会开启一个时间跟空间。
当我们的意识呢与动植物的时间与空间是在同一个频率的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听得懂他们说的话。那这块肌肉呢，就是锻炼的原理是这样子来的。这个原理呢，关乎于我们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因为死亡呢，就是一个时间与一个空间的结束但是在另外一个时间和空间里面呢，你还是继续存在的，因为你的灵魂不会只有一个意识的投射你是很多个意识里面的总和。所以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每个人都是主机然后我们的意识投射到不同的伺服器里面。那所谓的转世呢，跟时间工作呢，其实也是在同样一个原理里面。当你可以转换到另外一个意识工作，那同时间呢，你可以学习到一些事情，然后连接到一些事情，然后改变一些事情。这个部分呢，回传到了你的主机以后，就是你灵魂的源头以后呢，它可以更加的整合，所以进而去影响到你投射出来每一个伺服器上面的事物所谓的占卜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关于这种线性时间其实都是它有一点是依我们人类的说法让我们比较好理解，但是每一个时空跟时空中间的关联就像是因果。所以你现在假设你在这里报名了动物沟通课程，然后你开始了这个连结，在另外一个时空的你其实也是可以收到的因为你们的那个肌肉呢是同一块肌肉。我这样也说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不过这是我目前的体悟就是所谓的外太空呢，其实并不存在，它的差别只是频率的不同而已。那在越高的频率呢，它可以接收到的光和爱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可以听到一个说法叫做极乐世界。那这并不是代表说频率比较轻快的地方就是比较高等的地方，没有这回事真正的灵魂的源头，它是一个打通所有频率的概念。就是假设我们阴间，所谓人类寿命的阴间有很多亡魂存在的地方，假设它的频率是100好了，那我们地球的频率假设它是2万好了，那在更高的频率假设它是6万好了。在灵魂的源头呢，它可以整合这一些所有的频率它可以从1到6万到6000万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意识投射到不同的伺服器去经验这一切，因为它可以协助我们更加的整合。假设当你活在一个全部都是同时存在的一个源头的时候亡灵的世界呢，对你来说其实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频率而已。那你没有办法去很仔细的去经历里面的一切因为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你已经非常的整合到你不需要去经历这一些。但是你是因为有经历这些，所以你才可以变成非常整合的那个状态。所以它并不是一个说我们一直修行下去，到了未来我们是为了回到光的怀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未来这个时间是不存在的，我们同时在经历，然后我们也同时在整合。
这一切就是相辅相成的。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哦。那希望下次呢，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进化的开始，或者是我突然又有什么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那就请你继续收听我们的频道。谢谢你，我要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